19，今天咱们家会有客人来，大哥哥要负责招待客人，没空呢。过2天行不行？战木晨边开车边跟小家伙商量。小19说道，大哥哥不是说是洋洋表哥吗？洋洋表哥又不是外人，他都是我们家人。他从有记忆以来就知道洋洋表哥跟他们是一家人。洋洋表哥带了2个贵客呀，你看，你大伯、大伯娘还有我，今天为什么不上班？放暑假了呀。小19理直气壮的道，放暑假了还上什么班？战木晨笑道，你们学生能放暑假，大哥哥可没有暑假放的，我们照样要上班的。大哥哥不放暑假吗？那我们今天不上班就是特意在家里接待贵客的。小19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，家里长辈偶尔是会接待客人，只要有客人来了，父母都会提前叮嘱他，叫他不要搞破坏。他哪里搞破坏了吗？他都不知道多乖，顶多就是把妈妈的化妆品涂得一墙一地，把爸爸的西装服涂上颜色而已，要不就是把家里宠物狗宠物猫往书包里一塞，背去幼儿园给同学们看。他家里的宠物狗宠物猫都很可爱的，也很漂亮，他可喜欢它们了。还有花园鱼池里的锦鲤，他捞过一条塞进书包里带去幼儿园，被老师发现了的时候，鱼儿都不会动了。老师给他妈妈打电话，说他又把家里的小动物塞进书包里，是一条鱼，但鱼儿已经死了。妈妈哭笑不得。之后每天早上他出门上幼儿园之前，家里大人都会反复检查他的书包，确定他书包里没有塞着小动物或者其他东西。周一吧，周一一定安排你和你哥哥去六伯伯家里，怎么样？晚上大哥哥也打电话给你其他哥哥们，问问他们回不回来。明天不行吗？我去晚一天，猛哥哥就霸占我姐姐多1天。小家伙心急如焚，恨不得马上就插上翅膀飞去 H 市，特别是听说苏萌已经过去了，他就更着急。战木晨故意逗他，以后你猛哥哥变成你姐夫，要跟你姐姐过一辈子，你怎么办？姐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战木晨哈哈的笑。贝贝出嫁的时候，小19就是他的陪嫁。苏猛的脸能黑成炭，你不能跟姐姐一辈子，你姐姐会嫁人的。大哥哥嫁人是什么意思？姐姐为什么要嫁人？战木晨笑着解释，就是你姐姐和你猛哥哥结婚，然后姐姐就到猛哥哥家里生活，跟你猛哥哥过一辈子，那就叫做嫁人。猛哥哥这是要把我姐姐抢回他家里去，他没有姐姐就抢我的姐姐。大哥哥你也不管管吗？以后不要让猛哥哥来咱们家了，可以吗？我不想让姐姐嫁人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让你未来姐夫来咱们家生活，当咱们家的上门女婿，这样姐姐就不用离开咱们了。小家伙立即点头，那就叫姐姐找个上门女婿，不能让姐姐离开，我舍不得姐姐的。大哥哥，什么叫做上门女婿？战木晨，你还小，等你长大了就懂了。不聊了，你玩你的玩具，大哥要专心开车。跟小家伙聊起来，他会有10万个为什么。战木晨自认知识渊博，但面对小堂弟的10万个为什么，有时候他也会卡壳了。为了不丢他当大哥的脸，就不能让小家伙再问下去。小19撇撇嘴，说道，每次你们大人不想和我聊天，就说我还是个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。等我长大了就懂了，你们不教我，不告诉我，就算我长大也会不懂的呀。战木晨笑道，怎么会？咱们19这么聪明，长大了，很多事就能无师自通的。行吧，大哥哥，你手机借给我用一下吗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和姐姐视频通话，想姐姐了。战木晨放缓了车速，将自己的手机拿起往后递。小家伙赶紧伸长手接过了手机，谢谢大哥哥。战木晨终于可以安心开车了。大哥哥要密码？
战牧尘将手机屏保密码告诉了弟弟，要是别人他肯定不会说，但是小19他不用担心，平时小家伙也拿不到他的手机。小19输了密码，解了锁后，马上就点开微信，轻松找到了贝贝的微信，然后点进去点了视频通话。贝贝还没有起床呢，他昨天跟着六叔六婶出去玩了一整天，晚上才回来，回到家里又聊了很长时间，深夜才睡，导致他现在还没有起床。六婶说的他现在是在度假，既不用上课也不用上班，睡到自然醒，不必再调闹钟。贝贝便放纵了，关掉了闹钟，睡到自然醒。要不是手机响了，他还能继续睡下去。被手机铃声吵醒，他都是迷迷糊糊的，眼睛没有睁开，伸手去床头柜上摸手机，摸到了手机，拿近前才睁开眼睛，看到是大哥打来的视频通话。贝贝没有多想，就接听了大哥的视频通话，以为大哥找他有急事，等到接通了，看到的却是小19那张俊俏小脸。姐姐，小19连续叫了好几声姐姐。19，怎么是你？贝贝睡意全消，人跟着坐起来，靠着床头，笑问：你怎么拿了大哥哥的手机？你先在车上，去哪里？是去机场吗？他以为小堂弟准备去机场坐飞机过来找他。不是呢，大哥哥带我去咱们家酒店接洋洋表哥，表哥今天要来我们家吃饭，还说有2个贵客，大伯和大伯娘还有大哥哥都要在家里接待贵客。不上班呢，大哥哥说过2天再帮我买机票，说要问问其他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，要是他们不回来，就帮我和我哥哥买机票，让我们俩过去。姐姐，猛哥哥是过去了吗？猛哥哥太讨厌了，他过去找你，怎么不带上我？我要是知道猛哥哥过去，死活都要跟着他过去。贝贝笑道：你猛哥哥昨晚给我发信息，说是今天早上的飞机，现在应该在飞机上了。他看了一下时间，都8点过了，苏猛早就上了飞机。苏猛跟他说他是7点48分的飞机，天不亮就要赶往机场。他还说苏猛买那么早的票，大清早就要赶飞机。苏猛说早点出发，早点到达，早点见到他。什么猛哥哥今天才去的？小19只说苏猛是今天的飞机，更加生气了。他抱怨的道：大哥哥不告诉我，猛哥哥也不跟我说，他肯定是想偷偷过去抢走我姐姐。姐姐，你不要被猛哥哥抢走，你是我的姐姐，不是他的姐姐，他自己没有姐姐，老要抢我的姐姐。贝贝笑道：放心吧，我是你的姐姐，永远都是，谁都抢不走。你大哥哥可能是忘记了吧？今天有什么客人要过来？贝贝好奇地问，也是转移话题，免得小话痨一直在原来的话题上唠叨个没停。九婶总说小19像极了九叔，有人跟他聊天能说个不停。在贝贝的印象里，九叔的确是能说会道。他妈妈都说第一次见婆家的人时，九叔是对他妈妈最好的人，九叔却说是抱他妈妈的大腿，当然要对他妈妈好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和大哥哥在去酒店的路上，等会儿接到贵客了，我再偷偷告诉姐姐。姐姐，你想我吗？想死了，咱们19这么可爱，谁会不想呢？小19心满意足了，姐姐还是他的。姐弟俩抱着手机煲电话粥，煲了大半个小时。贝贝说他刚醒来，还没有吃早餐，现在饿了，要下楼吃早餐。小19才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。贝贝松口气。这个时候龙婷发了信息给他，他点开信息看，龙婷问他在六叔家里待几天，是不是要玩几天后就找工作，说可以在龙腾集团给他安排一份工作，贝贝还要继续深造的，暑假就打算干上2个月，等开学了他还要去读书。H 市离管城太远，平时战家对贝贝保护得极好，
外人没有几个见过贝贝的。贝贝就算进入龙腾集团上班，也没有人会知道他是战士的千金。贝贝回了语音信息给龙婷，谢谢婷哥哥的好意，我不用你们给我安排工作，我自己去找。再晚几天吧，苏猛今天过来了，还有小19过2天也要过来，先陪弟弟们玩上几天，再去找工作。龙婷抽空打了个电话给贝贝，吃早餐了吗？龙婷问他，还没有呢，昨天出去玩得太累，睡到现在才醒，还是被19的电话吵醒的。知道苏萌哥今天过来，小19骂死了。龙婷笑道，19最黏你了，只要你在，他连爸妈都不要。九叔他们忙，小19出生后，都是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带着，他就黏我们。婷哥哥，你不忙吗？忙呀，我想倒杯水喝，就利用这个时间给你打电话。苏梦过来了，他不用上班吗？请假的，宝宝放人呀。贝贝说道，是请假的。现在我爸还会回公司，苏涵叔叔也没有退休。猛哥请几天假，我哥能不批吗？他哥嘴上骂苏萌，说将苏猛当兄弟，苏猛却想当他哥的妹夫，实际上他哥还有他家里所有人早就默认他和苏猛是一对儿。他放假后只在山庄待了2天就飞过来，那2天苏猛出差不在管城，没有见到他。他说有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，要请假过来陪陪他。贝贝想了一下，他们有大半年没有见面吗？他怎么记得每个月都能见到苏猛？苏猛每个月都会抽几天时间去他读大学的城市出差，然后理所当然地陪他几天。战士集团在他读大学的那个城市开了分公司，只要分公司有事，需要总公司派人过去，总是苏猛去。婷哥哥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。没事，婷哥哥习惯了。你洋洋表哥回了管城，我就要累一点儿。等下个月他过来了，我就能轻松一下。你赶紧去吃东西，不聊了，我得去开会。有空就带九姐过来吃饭，下次你们过来会很热闹的。龙婷笑着应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空去欧阳家一趟呢。上次回来就遭到暗杀，虽说他和初九都没事，不过他们被龙家盯得太紧了，暂时龙婷不会去欧阳家，免得连累了欧阳家。就算欧阳家不怕龙氏家族，他也不想将欧阳家拖下水，这是他的大仇，他自己报。结束了通话后，龙婷已经打好了水，他在茶水间里就喝了一杯水，然后又重新打了一杯水，才从茶水间里出来。初九看到他出来，提醒他，少爷，你该去开会了，你秘书刚刚又来催了一下。龙婷嗯了一声，抽个空打电话给贝贝，想给他安排一份工作的，他拒绝了。上次过去问了他，他都说不用你们给他安排，他自己能找到工作，就让他去闯一下吧，我相信贝贝。贝贝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但并没有恃宠而骄，也没有被家里长辈宠坏，她是个很聪明也很能干的姑娘。初九相信凭着贝贝的能力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的，而且贝贝只是打假期工，并不是长期的。贝贝的要求会放低一点，只想要累积一点工作经验，深造之后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。贝贝完全可以不工作，不创业，他又不缺钱，哥哥们每人每个月都会给他一笔零花钱，他去上班的工资都没有哥哥们给的零花钱多。不过贝贝不想当条米虫，他想上班，想去闯一闯。他跟初九说过，他闯荡一下职场后就自己开公司当老板，他的目标是成为君妍那样的女强人。我知道贝贝能找到工作，就是想着让他进我的公司，我能照看他，你照看他。在公司里，你只要对他稍微好一点，别人就会误会你们俩的关系，小心苏猛来找你干架。初九不客气地道，少爷，你还是快去开会吧，
别让你大家久等。龙婷看了一下时间，离开会的时间还有5分钟。他端着水杯往办公室门口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，还有5分钟呢。会议在顶楼的会议室开，就在他办公室隔壁的隔壁，走路都不用2分钟就到。还有3分钟可以和初九聊聊天的，可惜初九不给他这个聊天的机会，催着他去开会。哎，洋洋什么时候才能回公司？没有洋洋在公司的日子，他就像拉磨的驴，转个不停，累死了。管城大酒店，洋洋和傅家爷孙俩用过早餐后，没有马上离开餐厅，而是继续聊天。他不急着走，傅家爷孙俩也不好催他。小姨让宝宝来接咱们。周洋解释了一下不急着走的原因。傅婉宁说道，海阿姨太客气了，我们自己开车过去也可以的。省事，周总，宝宝是指站哨吗？傅婉宁问道。周洋笑着点头，宝宝是他的小名。我小姨结婚后1年多才怀孕生了宝宝，第一个孩子又是他们战家的长子长孙，大家都当成心肝宝贝疼着。宝宝小时候大家都叫他宝宝，叫着叫着变成了他的小名。等到他妹妹出生，就取了个贝贝的小名。兄妹俩的小名连在一起便是宝贝，父母的宝贝。傅婉宁笑，的确是父母的宝贝。站哨的妹妹多大了？今年刚大学毕业，说是22岁。事实上22岁生日还没到。听说你小姨家里一直都是阳盛阴衰的，你那个表妹是这一代唯一的女孩子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战家的小姐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对象，大家都说她是老天爷的宠儿，给她安排了那么好的家庭，投胎到千亿豪门就算了，还是唯一的女孩子，有10几个兄弟疼着她。她在家里能横着走，不在管城都能横着走。贝贝不仅仅是这一辈唯一的女孩子，还是战家几代人盼来的女儿。从她出生开始就被大家捧在手心里，就是我都很疼她。在洋洋的眼里，贝贝和妞妞一样，都是她的妹妹。她对2个妹妹的感情一样深，一样的疼爱她们。每次她出差回来给2个妹妹准备的礼物也是一样的，从来没有厚此薄彼。不过贝贝没有恃宠而骄，她也没有被宠坏，是个很好的女孩子。以后有机会介绍你们俩认识认识。傅婉宁笑道，好呀。现在战小姐不在家里，不在，去了 X 省的 A 市。她六叔叔家里那边的夏天没那么热，她最受不了热，每年夏天都要去比较凉的城市度假。傅婉宁表示理解。他们在餐厅坐了1个多小时，周洋的手机响了，他掏出手机看了来电显示，是宝宝打来的，猜到是宝宝到了酒店。他接听了电话，洋洋表哥，你在哪里？你出来吧，我和大哥哥到了酒店门口。电话里传来的是小19稚嫩的声音。19呀，你大哥哥呢？怎么是你打的电话？大哥哥在开车，他的手机借给我和姐姐视频了。大哥哥让我打电话给你，叫你在酒店门口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大哥哥说我们不进去了。周洋笑道，好，那我们马上出去。挂了电话后，周洋对傅家爷孙说道，宝宝到了，在酒店门口等我们出去吧。傅婉宁扶起爷爷。傅董说道，听声音是个小奶娃的，那是宝宝最小的堂弟，今年才5岁，放暑假了就喜欢黏着哥哥姐姐，连他爸妈都不跟呢。傅董恍然，战家的人丁兴旺让他羡慕得不得了。他傅家要是能多几个孩子，他睡梦都能笑醒。可惜傅家财运佳，丁却不旺，到了孙女这一代，连个男丁都没有，只有孙女一人，就是只有孙女一人。那些亲戚才盯着傅氏集团，想反分傅氏，想继承他们傅家的家产。不少人都对他说，给孙女一笔嫁妆嫁出去就行，劝他去过寄一个孙子回来。
将家产留给孙子。傅董都想骂娘，每当有人那样劝他，他就黑脸，要是心情不好时，还会将那些人骂个狗血淋头。过继来的孩子又不是他傅家的血脉，他傻了才会将家产留给过继孙子而不给亲孙女。他傅家又不是后继无人，不需要过继。战家的祖坟真好呀，让战家人丁越来越兴旺，而且财运也不衰。真正的丁财两旺，羡慕死人了。战少还有一个那么小的堂弟啊，他们兄弟年纪相差很远。战家的情况，傅董是知道一些的，不过战家的孩子，他知道的都是那几个成年的，未成年的就不了解，甚至都不知道谁跟谁。战家对孩子保护得很好，在未成年之前，是不允许媒体曝光他们孩子的正脸的。管城的媒体们都很有默契，就算拍到战家的孩子，也只敢拍一下背影，不敢拍正面。若是拍到了正面，就赶紧删除，并不敢发表到网上去，怕为战家的孩子引来绑匪。虽说战家的孩子都会练拳脚功夫，也会有保镖跟随，但还是小心好一点，特别是未成年人，绑匪下手的机会多。唯有不让外界的人知道他们家未成年孩子的样子，让孩子和普通孩子一样成长，那样才能减少被绑架的几率。周阳达到是相差甚远，最大的和最小的差了有20几岁。我姨丈那一辈兄弟共有9人，每个人都生了孩子，这样宝宝的堂弟就很多。傅董羡慕地道，人丁真是兴旺，让我们这种人丁不旺的家族羡慕的发紫。周阳笑笑看了一下傅婉宁，说道：傅总以后结婚生子，多生几个，人丁就旺了。傅小宁扑哧的笑：周总，以后我要是被爷爷催生，找你算账。哈哈，开玩笑的，孩子有2个就可以了，一个始终少了点，遇事都没有人商量一下。特别是傅总这种独生女，压力更大。你有个手足的话，他好歹能帮你分担一下，遇事有商有量。周阳说的这些话，傅董听得开心，他边走边说道：我也是那样想的，我只生了1个孩子，儿子也只有婉宁1个娃，到了婉宁这一辈，我是希望他能多生几个，生2个儿子2个女儿最好，那样家里就能热闹起来。傅婉宁，爷爷，我又不是猪，生那么多，现在的人谁还生那么多呀？普遍都是1、2个的。他的计划是做试管，生对龙凤胎，一胎便有2个孩子，儿女双全。